谢。怎么样，搬了新家？能睡好了吗？昨天晚上，夏红群又来找我了。这家搬的，可能不是房子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你这什么酸奶？怎么这个味道？这是我自制的颜料。能喝吗？你验了？啊。需要去医院吗？要不我问何荣月？怎么样，搬了新家？能睡好了吗？昨天晚上，夏红群又来找我了。我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？有什么奇怪的？就是一对普通的父女吗？不知道，但我看着不太舒服。昨天晚上从我们车前经过的那个小红裙，他叫孙佑宁，今年才7岁。我为什么没有抓住我的感觉？我应该相信我的感觉的。我为什么没有抓住它？你怎么了？袁招娣因为爱情而疯狂，萌生了杀人的念头。可他一下杀了3个人，而且手段都是极其残忍的割喉。我觉得，爱情可能不是驱动他手起刀落的根本原因。他的心里一定还藏着一个魔鬼。
可这个魔鬼到底长什么样？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魔鬼，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杀人。无论如何，袁招娣杀人是事实，这对我们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一定要把这个魔鬼画出来，这对我来说更重要。以上就是这位画家的近期作品。这届联合画展的6位青年画家具有深厚的创造力和学院派功底，是中国当代画坛最不可忽视的力量。这位画家沈毅，他呢身份特殊，他是北疆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画像师。或许是因为历尽了生死，心境宛如画作一般宁静淡泊，却深邃致远。他的作品不是最贵的，但绝对是最有收藏潜力的。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3幅画呢，它的作者同样也与中央美术学院。可惜了。我是觉得这个画家有点可惜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的画越来越依靠技法，虽然很成熟，也有理性思辨，但再也没有他敏锐的认知和澎湃的激情。艺术家是靠感知、接触和表达世界，他却用理性和边界束缚住了自己的感知力。你认识他？不认识，不过通过他的画，我能读懂他。他是个天才。如果他没做警察，也可能是个犯罪天才。艺术家是靠感知、接触和表达世界。如果他没做警察，也可能是个犯罪天才。其实美术史也一直在记录犯罪史，就像卡拉瓦乔，他杀人逃亡，但是留下了城市的景象。你应该抓住此刻的感受，恐惧中的兴奋，并揭露它的主谋。别相信我的感觉，我为什么没有抓住他？都是假的！你闭嘴！你闭嘴！才不是！他是个天才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大多数人都是没用的废物。
没有用的就该杀掉。是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帮我个忙，看一下这张画能不能让你想起谁？是大姨，大姨，大姨，是大姨要来了吗？是我没用了，大姨要来杀我了，是我没用了，大姨要来杀我了。大姨要来杀我了，我要把他杀掉。是我没用了，大姨要来杀我了，是我没用了，大姨要来杀我了。都杀掉。这是谁？这就是元昭帝心里面的那个魔鬼。我去见过元昭帝了。小时候，他姥姥身体不好，都是大姨在带他，而这个大姨是他的噩梦，最终也成为了他人格的一部分。元昭帝身上的凶戾，都来自童年时期大姨对他的伤害。沈毅，我们是警察，我们的工作是找到真相，抓住凶手，而不是社会调查。你有能力看清人性的真相，这是好事儿，但你不能每次都让自己陷进去出不来，因为你陷得越深，就会越痛苦。我明白你对我的担忧。我如果画不出犯罪者心中的那个犯罪人格，我的工作永远无法完成。画皮画骨不重要，我要画的是心。程队，案发时间大约是在凌晨5点左右，这里应该是第一现场。
受害人背部左侧中刀，失血过多，造成昏迷。喂，受害人的信息确认了，叫刘强，37岁，工作是物业经理。家庭情况呢？他4年前离异，前妻早就离开本市了，有一个7岁的儿子，一直由他抚养。而且他平时很和气，也没什么仇家。他案发前3周发布过一个寻人启事，他儿子丢了，而且是个盲童。我这就把他发布的寻人启事发给你们。行。程队，发现一个儿童小挎包，里面都是些零钱，还有一个本子，但里面画的东西看不懂。行。会不会是他孩子的？李涵说他孩子失踪3周，物品却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案发现场，很有可能有人绑票勒索刘强。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。他是左侧肋部中刀，很有可能跟歹徒搏斗的时候受了伤。程队，寻人启事。不对，李涵刚才说他儿子是7岁，但这寻人启事上的照片怎么看都像3、4岁的样子。刘强被刺，盲童失踪，那这2个案件是不是可以备案调查了？不着急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我在那边看到一个摄像头，距离案发地30米，但坏了。报案人呢是来这里跑步的市民，看到了部分经过，已经带回局里了，交给沈老师跟严老师了。那里是什么地方？过了这个堤岸，那边是城中村，都是4大乱建的平房区，鱼龙混杂，流动人口特别多。蒋峰，去那儿逛一逛，特别留意小孩。好。眼睛不大，眉毛和嘴没什么特点，鼻子特别大，他鼻梁不高，就是下面一部分一下子大出来。现在忘掉凶手的样貌，我需要你帮我好好想想，当时整个河堤是什么情况？您看，是这个样子吗？对，当时河边就是这个情况。好，现在你跟着我慢慢回忆，当时你沿着河堤由西向东跑着，空气湿润，薄雾重重，四周安静。忽然，你听到了争执声，于是你朝斜前方看去，在大概50米远的位置，你看到有一个人已经倒下了，另一个人正在逃离。他发出了绝望的嘶吼，使劲地跑着。听声音，他年纪挺大的，但是他跑步反而挺轻盈的，就看上去不像他这个年龄段啊。还有他是踮脚式的跑步，就是前脚掌先着地这样的。这说明什么？以我的经验来判断，他是经过训练过，但是就是没练出来。速度呢？速度不慢，因为当时我盯着他的，旁边有参照物，参照物都虚了，跑得挺快的他。
进。画像出来了。说的太明确、太细节了。他和事发地点隔了50多米，凌晨日出前，河边雾蒙蒙的情况下，他不可能看得这么真切。他的记忆存在污染。先按照你的画像，把人找到再说。你别转移话题啊！凌晨6点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大清早没事出去卖个盘，那个地方早上晨练的老头多。卖盘要带刀吗？嗨，自保啊！那儿挨着城中村，乱得很。我在那儿被劫过。这么快就找到了？对啊。就按照你的画像，我们去了案发附近老头经常锻炼钓鱼的一个河边，就发现他了。抓到他的时候，正在卖黄盘呢。那我大概知道了，目击者在事发前见过李波，留下了很深的负面印象。刺杀知县之后，由于目击者过度紧张，见凶手的体态轮廓和李波有些像，就把李波的五官错置到了凶手身上。哦，这个还准一些。就凭这个？怎么着？只有这个。像这种城中村，不管是环境还是人口构成都极其复杂。从哪儿查起啊？凶手应该是个身手敏捷的年轻人。你怎么知道？目击者是个足球教练，对运动、距离还有动姿的捕捉，应该比对五官的记忆更有参考性。他说凶手是踮脚跑，但根据他的运动经验判断，凶手又不像是一个经历过特别完整跑步训练的人，所以这样的人，小腿腓肠肌和胫骨前肌会比较发达，跑步的动态也会更像年轻人。放开！给我，是我先捡到的。你干什么？所以这样的人，小腿腓肠肌和胫骨前肌会比较发达。赶紧离开这里！再追，老子弄死你！哎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你刚刚撞的。哎呦，哎，你要没事我就先走了啊。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？什么一伙的呀？你谁呀？我是警察。督察，刚才那孩子怎么了？好像是踮脚跑。警察来了！你瞎喊什么？警察来了！人在哪儿？说吧，在前面呢。二进。人呢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他们肯定是一伙的，对这儿的地形也很了解。督察。
手机最后的联系人是城中村的打工妹张美兰。蒋峰找到了这个张美兰，他说他那天看到刘强发布的寻人启事，想起自己在城中村看到小鹏跟一个小混混待在一起，于是给刘强打电话提供信息。那个踮脚跑男孩的身形，包括行为特征，和我根据目击者的证词画出来的画像很相似。那个被囚禁的小孩就是刘强的儿子小鹏。我们从小鹏入手，查刘强伤害案的线索。告诉老严，让他先审那几个人。好的，陈队。沈毅。是。孩子身上有点烫吗？还在发烧，感染指数还是有点高。黄文华，该上都叫我鸡仔。你们要是乐意的话，叫我鸡爷也不是不行啊。云磊，外号磊子，捡废品送外卖，凑合活呗，阿 Sir。我叫二头，磊哥取的名。小壮，马小壮，问完了快点放人走，行不行啊？那边牌局藏好了，等着我开牌呢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耗子，我跟磊子，我俩一块来这边干活，我们俩一条命。咋的？小峰，先回去。怎么样？钝器伤以及锐器伤遍及全身各个地方，还呈现出了旧伤未痊愈、又反复受伤的状态。加害人没有刻意避开要害，就像疯子一样肆意妄为的施暴。所以会不会是踩伤整个？有可能。我们在现场发现的儿童小挎包里面的零钱，有可能是他沿街乞讨所得。小鹏什么时候到你们那儿的？几星期前吧。那他身上的新伤是怎么来的呀？把人关到笼子里叫非法拘禁，打人叫做故意伤害。你们5个人数罪并罚，可得判好几年呢。除非将功补过。今天凌晨你们干什么了？警察叔叔，我们5个可以关一间房吗？什么意思？就一起住惯了，不在一块睡不着。街道的工作人员作为小鹏的临时监护人，已经在里面了。小鹏，有位警察叔叔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，你可以叫他杜叔叔。小鹏你好，能告诉我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吗？你摸摸，这个叫警徽，有这个标志的都是会保护你的人。放心吧，以后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。学过跑步吗？你查我？于磊，你还年轻啊，回头还来得及。你们大人说话都是放屁。来我们这儿多长时间了3年。就没想着要回家吗？没想过。刀藏哪儿了？哟，这招啊！
藏我裤裆里了。你们把小鹏关起来要干什么？要这玩儿5个人铁板一块，事先串通好了，一句有用的都不说。这些孩子呀，派出所进多了，都是老油条，不可能主动交代。程队，城中村也搜过了，没有找到刺伤刘强的凶器，有可能是扔进河里的。刘强还在 ICU， 昏迷状态。我们提取了发现小鹏的铁笼上的痕迹，但是检验分析还需要时间。另外，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个儿童小挎包，痕迹已经分析完毕，里面是一些零钱，还有一个小笔记本。这个小挎包上面有小鹏、刘强和这5名青年所有人的指纹。这个小笔记本上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凸起的标记，请盲文老师来辨别过，意义不明。纸币面额是以1、2块钱的居多，也有个别大面值的，像是乞讨所得。越看越像财生折割。沈老师啊，你说这个小本子上的标记，会不会是小鹏偷偷记下自己被虐的事儿啊？小鹏怎么说的呀？小鹏拒绝做任何的沟通，问他什么都没反应。恐怕仅凭语言沟通是没有用的。小鹏是个盲人，况且还是一个身心受过巨大刺激的孩子。面对陌生的环境，不信任、不交流，也是很正常。盲童更容易用手来感知这个世界。来，小鹏，摸摸看，猜猜是什么？在这儿，猜猜，这是什么？小人儿。小鹏真聪明。那小鹏，知不知道这个小人是谁啊？哦，不知道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换一个。嗯，这个呢？再摸摸看。嘴巴大大的小人。嘴巴大大的小人啊？那小鹏认不认识这个嘴巴大大的小人啊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哦，这个也不认识啊。咻，咚！来，摸摸看。哎，小鹏好像认出来这是谁了。小鹏，他像不像让小鹏不开心的人啊？我做了他们5个的人偶，让小鹏触摸。我发现，他对鸡仔、二头、小壮还有耗子都没认出来，毫无反应。唯独在触摸到云磊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手停顿了，表情也有变化，就是很显然他认出来了，说明这个云磊跟他有密切的接触。但当我再追问下去的时候，他就不说话。
要不试着让小鹏听一下云磊的声音，说不定他能有反应。小鹏，我是社区的赵阿姨，这2位警察叔叔啊，想问你一些事情。小鹏，叔叔给你听个录音，你听一听里面这个声音，是不是打你的人？云磊，外号磊子，上学顶个球友。你查我？你们大人说话都是放屁。哟，这招啊！小鹏，是不是这个声音？是不是他欺负你，让你受了很多伤？你别害怕，这个人已经被叔叔抓住了。只要你告诉我他是怎么欺负你的，叔叔就可以把他送去监狱，他以后就再也不会伤害你了。等你爸爸伤好了，就可以。他没有打我，你走开！怎么了，小鹏？谁是坏人？你告诉叔叔，你说的坏人到底是谁啊？好，小鹏说不是他，那就不是他。那小鹏记不记得那个欺负你的坏人长什么样子啊？比如，你有没有碰过他的脸？他的脸上有什么特点？他的眼睛外面有壳。壳？你说的是眼镜？是这样的壳吗？真棒。那鼻子呢？他的鼻孔有这么粗。哇，这么粗啊！眉毛呢？这个叔叔的粗。哦。眼镜呢？眼镜是这么戴的吗？是。啊。鼻子呢？鼻子，这个叔叔小。小鹏，你摸摸是不是这个人？嗯，是。这是我根据小鹏的描述给施暴者做的发现。不是云磊，这个人看着怎么都有40多了吧？小鹏听了录音，明确说施暴者另有他人。根据他的形容，就是个中年男子。这就奇怪了啊！人明明是从云磊手里找到的，现在又说不是。这孩子会不会有什么认知障碍啊？应该不会，他摸过我的脸，形容得很到位。云磊这几个孩子吧，才10几岁，就成了小偷小摸的惯犯。面对警察呢，油滑老练，哪儿学的？我觉得会不会有人教唆呀？啊？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
故意伤害案和虐待儿童案是同一伙嫌疑人，不排除是这伙人先绑架了小鹏，又刺伤了前来解救小鹏的刘强。李涵，你先按照沈毅这张画里的特征去资料库里搜一遍，找找城中村里有没有符合的人。好。小凤，把他们几个放了啊！找几个人跟着他们。哦，你是觉得他会跟他们老大见面？如果这个教唆者真的存在，他们出去以后一定会见他。明白。你好，你好，您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。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。没有啊。请问您在这附近见过这个人吗？热气球。对。冰淇淋，冰淇淋，对。波浪，水。水。那这个是什么？是瓶盖，是瓶子里的水，矿泉水瓶。玩具坦克，不对。这两个是什么？旋钮，这个是微波炉。这个是烧水壶。橘子。喷水壶。这是油桶。轮胎，有意思。头发。一个毛茸茸的洞。小狗。那图片里的这些颜色。小鹏，你猜叔叔在河边捡到了什么？捡到了你的小书包，还有一个你的小笔记本。你能告诉叔叔，这本子里画的是什么吗？那让叔叔来猜一猜。如果叔叔猜对了，你就要跟叔叔说说里面的故事哦。我猜里面有微波炉，有矿泉水瓶，还有烧水壶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也不告诉你。这样吧，除非你先告诉叔叔你为什么要画这些，我就告诉你。好吧。烧水壶。
炉就是金属制品，微波炉就是电器，矿泉水瓶塑料。那小鹏是在记录什么吗？我随便做着玩的。哎，叔叔，你知道这个点点是干什么的吗？点点啊，让叔叔猜一猜，这个点点应该代表的东西的数量。叔叔，你太聪明了。可是叔叔不知道，为什么微波炉是红色的，橘子也是红色的呢？红色？这些颜色不是小鹏涂上去的。我没有涂色呀，但是我最喜欢红色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红色就是很值钱。值钱？谁告诉你的？哼。好，那叔叔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告诉叔叔，这个是不是什么小动物呀？是狗，狗会咬人，我最讨厌狗了。好，叔叔知道了。叔叔呀，给你带了个小礼物，一辆小汽车，作为交换，明天再拿来还给你，好吗？好。进。杜成，我明白了。这些颜色其实是一种情绪上的分类。情绪分类？对，小鹏说了，红色就是很值钱。他喜欢红色，那么涂上红色的食物、电器等等，都是他最喜欢的。老鼠和狗会咬人，狗会咬人，我最讨厌狗了。所以我总结，红色、橘色、黄色是他喜欢的，蓝色、绿色、紫色是他讨厌的。总之，这6种颜色大体上代表了正负2种情绪。但小鹏是盲图，谁帮他画的？我想去发现小鹏的地方再看看。你们再去那边拍点照片，取证。好。哎，沈烨，你来了。老法医，我们想要再采集一些 DNA 的痕迹，带回去做进一步的分析。这是个死胡同，但我一直觉得这个笼子的位置有点奇怪，在一个残墙的凹陷处，周围也没有生物的痕迹。如果云磊想要在这圈养小鹏，其实对他来说是不方便的。
这些小发明做的还挺有意思的。所有的建材和家具都是就地取材捡来的，虽然都是垃圾堆成的小山，但依然被他们装点成了云雷。那个笼子很有可能也是临时从这边拖过去的。这才是云磊和小鹏真正居住过的地方。城中村可能要有窃盗。干什么？给我住手！干什么？都给我住手！兄弟别跑！我放你住手！放下！放下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住手！站住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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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反你们是吧？啊！在警察眼皮子以下打架！云磊呢？云磊呢？部长，你给张队送去。好。我们发现那个笼子被移动过，后来我们沿着街巷，又找到了一个垃圾场，那才是云磊和小鹏真正住的地方。我这边已经做了取样，尽快出鉴定报告，看到底有没有小鹏被虐待的证据。小队，云磊跟丢了，这小子撺掇了几个兄弟，打了场阵仗浩大的群架，其实是调虎离山，自己早就溜了。而且这个团伙根本没有什么老大，云磊就是他们的头。我认为虐待小鹏的人，很可能不是云磊。那还有谁啊？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猜测，但还需要验证。不管怎样，都要先找到云磊。李涵，程队，利用技术侦查手段，确定云磊的行动轨迹。好。喂，程队，二头的手机信号出现在人民医院，可老严正审着他呢。这应该就是云磊，他很有可能去找刘强。张局，我们追踪到了云磊在人民医院，我和蒋峰正带人过去。我怀疑他想对刘强进行2次行凶。无论如何都要把云磊给我拦下来。医院环境特殊，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范围，不要引发次生事故。是。是披萨。好吃吗？是盒子。是盒子。叔叔今天想带你重新认识一下笔记本里的颜色。就比如，刚刚你摸的这个盒子，它就是你最喜欢的红色。红色呢，象征着美好的事情。比如胜利、喜庆、团圆，都可以是红色。就好像过年的时候，大家聚在一起吃年夜饭，每家每户都会在门口上贴上2幅红色的春联。大人还会给小孩发压岁钱，装的压岁钱的那个信封也是红色的。我从来没过过春节，也不知道压岁钱是什么。
鹏，刚才叔叔教你的那几种颜色，其实都是从你笔记本上找的。我们要不要试试用那几种颜色来画画呀？叔叔把颜料盒都带来了。这个颜料盒里面有6种颜色呢，每一种颜色下面都有数字，1、2、3，分别是红、橙、黄，都是好的颜色。4、5、6，分别是绿、蓝、紫，是不好的颜色，记住了吗？真棒。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摸摸画。摸摸看。小鹏，这个人是不是虐待过你啊？哎，看那个时间差不多了。你干什么呢？要干什么？什么情况？同学，保安了！什么情况？我先刘强。我感觉到了，你有点害怕纸上这个人。别怕，小鹏，这里很安全，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放心画。你干嘛呢？我找东西。不错。那是妈妈留给我的。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哭啊！还想他？还想他？啊！让你想他？想？还想他？还想他？还不说，现在云磊跑到医院去做啥事儿了？全完了，知道吗？你们跟小鹏到底什么关系？当亲弟弟养着。磊哥刚开始捡着他的时候，他让他爸打的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肉了。磊哥要收留他，小壮不同意，说我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，还带一个拖油瓶，就劝他说把他送到派出所。磊哥不干，怕小鹏再被他爸接走。你们干什么呀？货都快结实了，你看，我家人还在里面呢。开门呐，开门！小鹏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正在执行公务。这种情况我会处理好的。去问一下这个门怎么开。好。后来是小鹏他爸来了，他打小鹏，磊哥为了救小鹏
才伤了他的呀！救哪个，一定要把他抓回来！别让他杀人，要不然他这辈子就完了。我求求你们，我说了。孩子，让里面的人开门。程队，门开不了。为什么打不开？从外面开的话，必须得断电。但是里面的门和外面的门是同一条线路，如果要是断电从外面开门的话，里面门也会开。于雷，别进来！我速成，你把刀放下。我把这门打开，我下手强。于雷，你听我说，这个护士她是无辜的，她跟你的事情完全没有关系。不管你跟刘强有什么样的恩怨，你放下刀出来告诉我，我帮你解决问题，行吗？这是没杀人的，就是要杀刘强。接。哎，杜成，那几个孩子腰带说啊，是云磊执意收留了小鹏，一直在照顾他。他们哥几个呢，形同手足，一直在求我们，无论如何要劝住云磊。云磊，刚刚你兄弟们给我打电话，让我一定要你别做傻事儿。他们说你是个好人，很重义气。把刀放下，出来，咱们好好聊聊，行吗？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刘强不死，死的就是小鹏。开门！云雷。叔叔接个电话。喂。能不能带小鹏来趟医院？云来，我已经联系了，小鹏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别让他来！我不能让他知道我现在的样子。程队，他情绪太激动了，直接强攻吧。别逼我！如果强攻的话，这个门打开了，里面重症监护室的门也就打开了。他要对刘强行凶，情况不可控。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小鹏来，把他劝出来。开门！陆成，先等一下，快去！小鹏呢？让我试试。随时准备。开门！不然我杀了你！云雷，小鹏都看见了。真的，你看，这是他画的你。我找到了你们的家，看到了画上的色彩。小鹏随身携带的笔记本，里面本来都是他用盲人方式做的图案标记，上面的颜色都是你后来涂上去的，对吧？你为了了解他，用颜色标记了他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。虽然你们的生活流离失所，但你依然选择了给小鹏一个有色彩的生活。你看，这是他给你的画像上的色。小鹏，为什么给云磊哥哥上的颜色和给爸爸的画填的颜色完全不同啊？
因为哥哥和爸爸不一样。可我看云磊哥哥脸上也有一点点蓝色啊。这是因为云磊哥哥总说他是坏孩子，但是跟他生活在一起很幸福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就把我和小鹏的秘密看透了。是小鹏用色彩告诉了我们真相，你根本不是那个虐待他的人。我们真正要找的人是他，是他的爸爸。小鹏还在家等你，现在他最担心的是再也见不到他的云磊哥哥。他需要你。云磊哥哥，那你们能不能不出去啊？我们不出去赚钱，怎么教你跑步呀？对不对？嗯。等小鹏长大了，总要有一技之长，能养活自己吧？嗯，我练，我要上残奥会。云磊哥哥，哎，我能摸摸你的脸吗？当然可以。这是脸，对，这是嘴巴，这是眼睛，这是鼻子，对，这是眉毛，这是头发。这样，我就可以记住云磊哥哥了，就算分开了，也不会忘记。说什么呢？我们不会分开的。可是，爸爸说我是个拖油瓶，是个累赘，让我去死。我不想拖累云磊哥哥。怎么会？小鹏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小鹏。嗯。当漫天的风霜，我愿替你去抵挡。你要听话，别回头，望最遥远的远方，让光洒在脸上，你的心就能看见我们约定好的希望。你刚18岁，还有大好的人生，你知道自己做了这些事以后意味着什么吗？你们永远都不会明白，像我这样的人，这辈子早就毁了。我的路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定死了，我没得选。我告诉你，我跑得快是我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了。我也以为，只要我努力，我跑得快，我就能跑出不同于我父母的人生，所以我拼命的跑，往往死了练。可结果呢？大到各项赛事的报名费，超选教练费，小到吃什么、喝什么、受伤怎么复健。像我这种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抛弃的孩子，天哪，人和人不一样。你说的这些跟小鹏有什么关系？
不想看到他长大后跟我一样，每天的生活就是捡垃圾和打架。也是因为遇见了小鹏，我才觉得活着有了意义。我想存钱让他上学，能教他跑步。我就是想他每天能吃上一个鸡蛋，能喝一杯牛奶，这样等他长大了，他就能去参加残运会，他能养活他自己。我还能当他的领跑员。好不容易觉得人生有个盼头，怎么能再被人抢走了？小孩，哎，小朋友，谁家的？看不见。瞎子。小鹏，小鹏，你在哪儿呢？小鹏，跑哪儿去了？是你爸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嘘，别出声。再吃点，还有呢。我已经吃这一个了，不能再吃了，再吃就要挨打了。进来之后啊，再抓住这个门，然后，砰，门就关上了。你摸摸四周，结实吗？你晃一晃。怎么样？这样等我们出去的时候，野狗就咬不着你了。小鹏，鹏，小王八蛋在这儿呢，回家！训你妈呢是吧？你要抛弃我，是不是？李哥哥，别碰他！没事，小子，我啊！拐我儿子，拐我儿子！
小鹏，小鹏，云磊哥哥，小鹏，云磊哥哥，小鹏，云磊哥哥，云磊哥哥，云磊哥哥，小鹏，哥哥在，哥哥在，小鹏别怕，哪儿啊？不怕。你去哪儿啊？你去哪儿啊？云磊哥哥去看小鹏给我画的画了，很好看。小鹏现在画画已经会用颜色了，对不对？再这么画下去，小鹏马上都能当小老师喽。要听其他哥哥的话，好好吃饭，好好跑步。云磊哥哥大一点，等小鹏长大了，哥哥就回来，好不好？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哭了，再哭都变成个小丑八怪喽。原来我才是看不见的那个，是小鹏让我开了眼，他心里啥都能看见。我们已经开始着手调查刘强虐待小鹏的证据。你放心，不会再有任何人能欺负他。谢谢。谢谢。你好，小五。Hello，打开休息模式。好的，主人。在这以后跟小朋友们好好相处，知道了吗？嗯，乖。老师来了。来，小鹏，叔叔送你一幅画，你摸摸看，能不能摸出来上面画的是什么？这是云磊哥哥和我。小鹏真聪明，这是叔叔根据你的方式做出来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送给你。麻烦你。那我先带他进去了，走。听话啊。叔叔，我可不可以摸摸你们的脸？我想记住你们的样子。来。这是脸颊。这是额头。这是眉毛。这是眼睛。这是鼻子。这是嘴巴。这是下巴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叫警徽，有这个标志的，都是会保护你的人。这是警徽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
啊。沈叔叔，杜叔叔，再见。再见。我相信小鹏在这会遇到更多爱护他的人。希望他可以把以前的不愉快都忘掉，在这里快乐、健康的成长。